真的好带劲！这中老年恋综简直是对脸输出，又争又抢，毫不遮掩，看的人一边震惊一边上头，甚至忍不住开始认真研究，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比较喜欢新鲜感，就是说实话，因为我喜欢穿的衣服永远是下一件。当然，我不是说男人如衣服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了。这些哥哥姐姐谈起恋爱来，争抢程度完全不是个别现象，一言不合就当众开撕。已经很久没看过这么有攻击性的恋综了，反正我们现在就是每一期都在等更新。尤其是这位玫瑰姐姐，我们现在全指着她制造炸点，她给炸点那叫一个不留余地。一期节目下来，操作密集到让人眼花缭乱。比如她好感的男嘉宾是主厨，而主厨明显更偏向女嘉宾李李，但玫瑰姐姐完全不在乎，她的逻辑就是想要的必须拿到。白天是女嘉宾邀请男嘉宾约会的环节，因为主厨先收到了玫瑰姐姐的邀约，只能被迫拒绝李李。这趟约会对主厨来说相当煎熬，但玫瑰姐姐却明显乐在其中。等晚上回到小屋，主厨其实还是心系李李，早在出发约会前他就提议大家外出约会都给李李带点礼物，因为之前只有李李一个人留守小屋，而他自己也真的带了礼物，其他人也纷纷拿出来，有小甜品也有花，把李李感动得不行。李李拿着花去找花瓶，主厨还一路关注着他的动向，这一幕被玫瑰姐姐尽收眼底。明天出去买一个花瓶吗？啊，对，我看你专属的。当然，幸福吧？看到主厨这么关心李李，玫瑰姐姐这边顺势出手，直接拿了一枝花说要送给主厨，理由说的合情合理，但氛围瞬间就不一样了。有已经有了，你还有吗？不，这是谢颖今天带我。没，谢谢你，也没有学得很好，但是不，后面都是你带我好吗？一直在鼓励。超开心，今天安排的都很好。重点强调和主厨约会很开心之后，接下来玫瑰姐姐开始靠位置牢牢把控局面。李李想坐回自己平时常坐的位置，而这个位置和主厨中间正好隔着一个玫瑰姐姐。玫瑰姐姐本来坐在这儿也没什么事，但主厨明显是想找机会离李李近一点。偏偏这时候有人没座位，主厨起身把椅子让给别人，自己空出来了，这不正好可以顺势走到李李身边坐下吗？玫瑰姐姐立刻察觉，马上站起来说让新男嘉宾坐到李李旁边，硬生生把主厨拦在外面。最后在玫瑰姐姐这一整套操作下，本来就没多近的两个人距离被拉得更远了。这整个过程再配上玫瑰姐姐的结算表情，我们可以细细体会一下。往那边挪一个吧，挪一个，坐这边。这样，我们俩往那边挪一点，让新同学坐中间，不要坐边上。来，坐这里，坐这里。没关系，一样的。对呀，来了嘛，这不是安排了嘛？哎，好，听你们的安排。明眼朋友们大概都看出来了，主厨一是好感李李，二是出于礼貌，对玫瑰姐姐的各种小心思都没戳穿，这就导致他在每次应对玫瑰姐姐的小心思的时候，整一个束手就擒，无计可施。比如他职业就是前大厨，早上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早餐，都要被玫瑰姐姐往自己头上扣。这是什么？耳丝啊！对，耳丝嘛，但是它是坨了。我昨天提到耳丝你就做了，谢谢。因为我在想说，有几位我们朋友都没有尝过，对，我就想买回来大家一起吃。尝。比如这一天，节目组给到了大家自由时间，可以自行组办出门玩耍。主厨先是提议让李李来选人一起出去，但这一次李李选了别人，直接把主厨留在原地，交给玫瑰姐姐安排。主厨只能顺势提议去市场，玫瑰姐姐当然一口答应。但问题是，主厨是真的不敢和玫瑰姐姐单独相处，于是拼了命想多拉几个人同行，主打一个私人出行人越多越安全。最后找来了一男一女一起去。结果主厨这边刚主动邀请别人，玫瑰姐姐的表情就已经不太对了。等那一男一女还答应了，玫瑰姐姐的脸色直接更难看了。所以你是不想跟我去市场？不是，我听懂了。有时候我懒得去解释什么的。更 drama 的还在后面，主厨邀请的这一男一女里，男嘉宾罗非其实就是玫瑰姐姐之前互有好感的一位，只不过在相处之后，罗非对玫瑰姐姐的好感明显降温，转身开启了和别人的新故事线。而此时的罗非不仅答应一起去市场，还和自己的心动女嘉宾表现得相当腻歪，至少在玫瑰姐姐眼里是这么回事。因为我俩的按摩马上就开始了。对。按摩？啊，
很好，哦，真的很准哦。真的。You nailed my heart to you, or you never 你确定要一起？实在是眼睛。一是不爽罗非和别人这么亲密，二是不爽他们还要加入自己和主厨的市场之行。玫瑰姐姐的不爽完全写在脸上，而且她不光不爽，还选择了直接说出来。我们俩要单独。罗非说跟我们。不，我们不想。哦，你们俩单独，那我们俩单独去。没有，都可以。我平常不太拒绝别人，但现在我是要拒绝，我拒绝拉眼睛。这种摆在明面上的拒绝，说实话，不管换成谁，多少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。其实成年人的相处，性格的不同面还是蛮明显的。有些人会就是在大家很快乐的时候，非要搞一些有的没的的那种。没有点奇怪，我是有点难懂他的行为，有时候。而且这么明确的拒绝罗非，两个人场面也一下子变得很尴尬。于是罗非转头去找主厨，那边主厨还在商量等下要坐哪辆车。罗非只能委婉表示，玫瑰姐姐不太想让我们一起。主厨当场一个表情管理失控 ，be like。梅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吗？但是他说的不算呢，与此同时，玫瑰姐姐已经跑去找室友疯狂吐槽，直言真是给我们看笑嘻了。我们说的不是了，还说不是了，一起看。总之，这个四人行是在玫瑰姐姐不情不愿、主厨内心不断上演“救救我，救救我”的状态下，硬生生成型了。但既然非要4个人一起，玫瑰姐姐也绝不是原地摆烂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干脆来搅和一下罗非和他的新 CP。比如在市场吃东西，他主动去吃罗非咬过的，给新女嘉宾当场眼睛都看直了。再比如买花环，新女嘉宾给自己买了一个，玫瑰姐姐转头又给罗非买了一个，真的要命了。这一整局下来，唯一一个过得最舒服的只有主厨，内心大概只有一句：终于没我什么事了。这是我送给你，我送给你。啊哈哈哈哈哈！他本来就是个美男子的。他从侧面看，比如吃饭的时候，大家聊到了罗非的英文名。作为一个外国人，他的英文名被当场研究了一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玫瑰姐姐突然转头问罗非的 CP：“ 那你怎么不问问他的中文名是跟谁姓的呢？”要知道，罗非的中文名是跟前妻姓的，而这个信息是他在早期和玫瑰姐姐约会时单独提过的，如今被这样当众抛出来，这一句话的用意，说实话，真的让人有点琢磨不透。但是不一样啊！你问他为什么姓罗？你问他为什么姓罗？哦，姓罗这个问题。有问吗？他就不是跟他爸姓的。你跟罗永浩姓的？哎，是罗永浩，对。也得说，这种又正又巧的名场面，在这个节目里还真不是个例，只是看着看着，观众都忍不住想学两招。这位秦姐姐，从外形上我们就知道，肯定不缺人喜欢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在这之前，她和男嘉宾 Ken 基本算是半绑定状态，两人的关系几乎已经是明牌了。而就在这一天，新人空降，一身腱子肉，特种兵身份一亮相，对女嘉宾来说，诱惑力可以说是直接拉满。秦姐姐更是明显跃跃欲试，随后一句经典发言，直接让我们齐刷刷一句：好家伙！新人嘛，有一种新鲜感。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比较喜欢新鲜感，就是说实话。姐当晚的心动信就直接给了新人，至于为什么不投给 Ken 呢？姐心里显然早就有自己的打算。还有就是我跟 Ken 就是这样再约会一次以后，我想稍微放一放。你觉得 Ken 会受任务？我觉得不太会啊，我会用我的方法去照顾一下他的情绪。这场又争又抢，我们看的不仅是热闹，甚至还能看出点策略和智慧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年轻人打打闹闹的小把戏，这是40、50岁的哥哥姐姐们在谈恋爱。秦姐姐对新人产生好奇，想去尝试 ，Ken 能真的看不出来吗？当然不可能，哥也有哥的应对方式。上来第一步就建议新人和自己住一个房间，这算盘打得相当清楚。罗非跟徐恭颖住一起，第一天我们在排班的时候，周就说他想自己一个人住，而且我跟他同房嘛，自然的只能更多的去了解他的优点跟缺点。其实他心里也明白，
秦姐姐对新人多少是有点意思的，但哥不仅不阻止，反而选择顺水推舟。比如一起出门的时候，主动鼓励秦姐姐去坐新人的副驾驶。他心里想得很明白，老男人有老男人的套路了，可能要用到一些孙子兵法啊，要有一些欲擒故纵啊。与其赌不如输，往往你越是说得不到的越是最好的，倒不如说让他们去接触，发现彼此的缺点。最后这一步更是妙，我不拦着你去了解别人，甚至大大方方让你去接触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也在为自己留后手，放你出去，不代表我没有打算。跟李李去聊天，对，可甜可咸。对，看着这个男生也会跟别的女生去聊天，我觉得也会看到对方的什么反应。你看我这个封面是这样的，跟孩子的，我那卡片在哪儿？没有啊？卡片在我房间呀。卡片在我房间呀。啊，这一整套操作看下来，真的是把人看的嘴都要笑歪了。怎么能又争又抢，还能游刃有余？原来这种真正被拿捏住的恋爱智慧，还真得是在这个年纪才能看得到。说到底，这一整期最有意思的，从来不是谁更爱谁，而是谁更会玩。玫瑰姐姐不是不知道主厨偏向李李，她是知道的，但她不认输。她的逻辑很简单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位置必须先站住，喜欢未必立刻被回应，但主动权一定要握在自己手里。而主厨呢，典型的礼貌型回避人格，不戳破，不翻脸，不拒绝，看似体面，结果却是每一步都被推着走。罗非那条线更妙，你以为那是吃醋，其实更多是面子，你以为是在搅局，本质是宣示存在感，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还在场，我还重要。再看秦姐姐和 Ken， 那才是真正的老江湖，你去尝试我不拦，你去心动我不闹，但我也在布局，欲擒故纵，顺水推舟，甚至提前给自己留好退路。年轻人谈恋爱是情绪对撞，中年人谈恋爱是资源博弈，是分寸，是进退，是看谁更沉得住气。这档节目真正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们不再假装体面，也不再刻意掩饰算计，欲望写在脸上，策略摆在桌面，又争又抢，毫不遮掩。但你慢慢会发现，最厉害的人往往不是声音最大、动作最猛的那个，而是那种轻声细语、温温柔柔，看起来毫无攻击性，却让每个人都愿意对他多分一点耐心，多给一点关注的人。他不争不抢，却从不缺席；他不强势控场，却始终留在局中央。这种不动声色的存在感，才是最隐形也最高级的掌控。你们说呢？